其实美国对于雷达的更新是非常重视的，但日本不见得做得到。所以日本它现在 F-15身上的这个雷达到底能不能够侦测到100公里以外的东西，是一个问号。因为丰臣健是说，这个歼15已经可以到了170公里，所以很可能双方在 F-15跟歼15在接触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是什么？中共的飞机早就已经发现你了，因为它的雷达可以看那么远。结果 F-15只能够看100公里，在空战中我先看到你就赢了，哪怕是10秒我就打赢你了。我们持续要来关心到的是，中俄现在联手对日本发动了海空的夹击式威吓之后，《华尔街日报》这边又爆出了一个最新的解析，说如果接下来北京决定攻台，那么解放军会采取的3阶段攻势。今天就这些议题带观众朋友来特别的做关心，有没有可能寄出中国大陆的东风快递呢？好，来看到的是今天的3个我们要来讨论的话题。首先，中国大陆的攻台3阶段曝光了吗？包括了东风17跟东风26被视为是可能会来使用的武器，组成多轨机高超音速的导弹与美日防空能够撑住第一波的打击吗？第二件事情是昨天的一个最新的新闻，是日本打造的飞弹群岛要来对抗包括了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吗？在这边建的160座的岛屿全部都给它武装化，是第一岛链的新盾牌，还是可能成为这个北京东风飞弹的固定箭靶呢？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大陆当时歼15不是视距外锁定了 F-15吗？当时去查了一下，到底怎么一回事？那确实现在看起来，日本的战机还没有看到敌人，就已经被瞄准了30分钟。空优现在是属于在解放军这边的胜过日本吗？今天都会就这些议题来一起做关心。我们赶快看到，如果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他说，如果北京决定攻台，解放军会采取的3阶段攻势当中，因为它有3个阶段，但是我们今天会特别讨论到的其中一个阶段，就是他提到说，中国会对日本还有关岛等第一岛链的军队发动来自于飞弹的一个攻势哦。那么其实呢，麻省理工的专家这边也特别做了一些解读，他说中国的飞弹有一些优势，包括不仅是数量很多，而且种类非常的多。美军的防御系统呀，要小心来应对了，因为它的飞弹有不同的轨迹、不同的方向、速度跟类型等等。第一波还可能会遭遇到北京的东风17，而且最致命、该担心的就是来自于东风26飞弹的一场攻击。好，节目一开始要请教舰长怎么看了这些飞弹攻击到底有多难应付？东风17跟东风26刚刚提到的2款飞弹，为何会在这个时候被媒体特别点名？舰长怎么看？首先我要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军人嘛，就在研究解放军。那最近我觉得两岸局势越来越紧张，所以我现在花了很大的精神在研究两岸如果打起来会怎么样。那我今天听到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我跟你讲，他的话绝对不要信。如果未来的武统是这个样子，我保证你不会打。为什么？北京不会这么笨，还先去打日本，还先去打美国，这个他傻瓜他。他如果发动武统，他一定是速战速决。记住，他一定认为他可以速战速决。那他能不能做到速战速决是两回事啊。就他一定是我计划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快结束，我怎么会让别人介入呢？我怎么会去打别人，让人家来打我？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至于你说了这么多武器啊，问我真的是问对了，因为我这一辈子我在海军的专业就是战斗系统。那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说这各种的飞弹的射程，比如说拦截率是70%啊，千万不要相信军火商这些数字啊。那我跟你讲，异型飞弹的它的70%是怎么来的？因为它研发完毕，这一发飞弹去试射，你知道吧？除了试射它这一个之外，还有对方的飞弹打出来，那一次不晓得花多少钱的。你以为它能够打700发？没有，大概就3发。那他们这个3发打的时候，中2发，是不是它命中率就是66.6666666，四舍五入，他们一定四舍五入不会删掉的，所以就叫做7成，知道了吧？那这个7成呢是怎么打的？我今天在这里，我准备要打这个东西，对不对？我在这里准备好了，我知道开始倒数计时，那里3、2、1发射，哦，在那里发射起来，哦，再过来，我已经知道这样，那过来我再去打它。这个就是一个叫做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这次考试，我先把题目给你，啊，回家准备一下啊，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完毕之后这样打，你认为暂时会这个样子吗？打仗的时候哪里发射，什么飞弹，怎么过来？通通不知道啊，可能在你睡觉的半夜打过来，所以你知道实战的时候，他那个命中率是远远比那个低的。那如果说像这次他说了这么多东西这样去打这个美军啊，如果他真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反应，几乎是
拦截不了。至于他为什么说东风26、东风17，因为这2型飞弹是专门打中距离的。像东风26叫做那个关岛快递，刚好打它。那它是一个从外太空打下来的，最后能够变轨。如果你知道，如果你懂军事、懂这些科技的话，你知道一个变轨就是它几乎打不到了。为什么？所有的拦截就是一个棒球，我这样一丢，棒球你看它上升，你就知道哪里落了嘛。落下来的那里就在那里等着它。可是它如果过程中间有一个鸟或者抓了这个棒球这样子晃一下呢，你就抓不住了，你知道？这就是变轨。那东风17啊，比变轨还厉害，而且它打得更精准，所以你就知道这2个东西都是他提出来说，这是如果我们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可能碰到的，那这些东西基本上我们是拦不住的。那他说了半天，其实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美国不会管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好吧？好，这个是来自于美国《华尔街日报》针对如果解放军可能做攻击的话，他释出了3阶段他认为可能作战的方法。那另外一方面，这个是一个假设而已，但是实际上我们来看到日本的军事扩建却是实的。真的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呢，正在进行的是40年来最大的一次军事建设。首先，这个是最新消息，在台湾的周边的一个地方，沿着琉球群岛延伸的这个飞弹群岛，它把它建起来了。会接下来有160个岛屿组成的琉球湖线，在这边建什么呢？反舰飞弹阵地、雷达塔、弹药库跟电子战的设施，其实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刚刚说了4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还包括了哪一些？看到了，在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的这个地方，与那国岛在这边建的是电战部队，再加上反舰飞弹。持续来看到，包括了台湾附近的这个石垣岛、宫古岛，在2023到2024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反舰飞弹的阵地了。冲绳早就已经有美军的空陆的海陆基地的多层部署了。那么九州也有 F-35跟长程飞弹等等，可以看到一个大的弧形哦，在这个第一岛链这边都已经建好了最大的一个军事建设。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聂老师带我们看了日本打造的飞弹群岛，真的能够应付来自于中俄的海空飞弹吗？这些设施会不会成为中国大陆东风快递的箭靶？你又怎么看 ？OK， 我想我们的对岸中国呢，从这个经济开始呢，这10年的经济2位数经济成长，外存体赚足了世界贸易财之后，他们开始大力的扎大经济一体计划，在2014年，然后他们的科技突飞猛进，也是这个辅助了他们的军事航太，全部一直真是飞跃的提升。那当一个他们有可能对这个日本也好，或背后的美国也好有威胁的这个国家，他们必须很快做动作。那这个都是不久的事情。那川普其实2016年上来，这个与那国岛的这些所谓的飞弹群岛是在那时候建的，就2016年，而且已经建设了230人在上面哦。你现在讲的这个电子战呢，会有另外的30人上去，也就是他要扩大规模，做未来大家就电子战嘛。好，不管怎么说，它整个你刚刚讲的后来的好几个岛屿，全部把它做成了一个叫做飞弹群岛。那当然，这个可能以前这都属于这个所谓日本的西南诸岛之类的，它把它变就是要围堵，等于是对岸的崛起。当然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很清楚的，就是对中国也好，或最近讲中俄的它的这个联合的军演这样的一个协防也好。不过我现在要讲一个，就是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战败之后很清楚，从联合国26国宣言开，一直讲说你们战败国未来就是要被献武的，你们是一个只有防御性武器的国家，不能有攻击性。他现在做了很多东西，越来越像攻击，甚至就是攻击性的这个规模。你买了美国的F-15，还有 F-35等等，你不是就准备要攻击？这是不对的。从联合国协商，当然从某个角度，联合国当2战之后也很久了啦，已经经过80年。或许我们说啊，这世界已经过去了，而且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敌人中国对手越来越强，他们必须这样做好，又有美国的 support。但现在重点就在，可是你这样强，你有用吗？就像这次歼15和 F-15的对视，像这个电影这个上演一样，你不觉得对岸它其实强中它还更强吗？好，那不管怎么说，我现在重点就空海陆，从任何角度你都会发现，你从战机的比例，你看4代战机，你看中国怎么开始，5代战机不管歼35、22。还有6代成飞的歼36也已经试飞了，然后歼50这个审飞也都准备嗷逮捕要出来哦。美国现在6代战机都还很担心了，波音的这个F-47都不知道还要弄多久。现在也就是他们必须要做这些动作，所以你才会发现从2016、2023、2024他们必须建制。当然美国当然他军事也可以赚一点钱，就当然也知道日本我就 support 你。但重点就是，到底这些威胁对
对岸有没有威胁？当然会威胁到，就是他可能要花更多的力量来跟你对峙。不过从军事实力来讲，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讲空海陆或者各种东西之外，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 back up。我们不能否认，日本过去是一个科技强国，也是一个资本大国。对，70年代、80年代，你的电器、汽车都很强。对。可是你知道，中国在2014年、2019年、2023年所丢的大基金1期、2期、3期计划，从 AI 5G 先到6G，到它的半导体晶圆，你知道这国家花了多少钱？你知道他们的制造业是全国布局的。美国的科技只有在矽谷，很多很优秀的人去创新，搞那个都，而且是民间企业搞创投，把东西一个一个扶持起来，甚至支持了军事国防。但是还要民间跟国家还会有些争议，像 Elon Musk 跟川普也会分离啊，也会吵。中国不一样，它是全国扎着基金计划，而且每个地方都有制造业 spread out 非常普遍。更重要的是，它科技每个地方都有，从安徽到贵州到哪里都有。你知道它科技已经定不到，你知道到中国去看，所有东西都是科技化。重点是军事实力，未来也是科技。你今天再强，你知道吗？它背后在不管你的飞机的这个性能或者我们看到很多战争都一样，光歼十去打那个阵风，你就知道都是因为他们所有的精准定位。我再讲一下，我很早期就在另外一台讲过一个，就是当时啊，在4、5年前、7、8年前嘛，中国就开始丢东风15，就从青海还有浙江同时一地一时发射，就瞄一个岛屿是。同时定点着落，一时异地发行，这就有后面的这个科学精准。那我先讲我再回想一下，2022年8月2号发生什么事 ？Nancy Pelosi 来台湾，8月9号他们做了什么事？就是6区经验，1、2、3、5、6、7，什么动作？东风15锁定它的点都很准，讲不好它折1点，折2/3等等都打到所有城市了。台湾也没有预警，他们当时就有人讲。这是东风15而已，我们东风17下去，你挡到了，你这次都没有预警到。我东风17强尾蛇的去，你根本没有办法拦截到。也就是说，实力来比的话，他们做这些东西真的打起来可以撑一阵子，当然可能就不是1、2个礼拜，可能撑几个月，最后会更惨。所以我觉得以实力来讲，我们讲真的潜在海中的龙，那真的一翻身他们会怕，就叫东风快递，也就是东风，他们这么多型东风，这一打下去，我觉得。这些群岛可能都没有用，不过他们放在群岛中打掉就算了，因为这都是小岛嘛，也没有打本土。但是真的打了以后，本土一样会受伤啊，对不对？好，聂老师帮我们特别讲到了在这个军事实力上面的比较，不管是在飞弹上面的比较，或者是在空中战机，我们要来看到它的一些系统，到底中日之间谁比较占有空优？是解放军吗？因为呢，其实之前我们不是讨论过吗？这个日本政府日前是针对了大陆的歼15用火控雷达去锁定这个日本的 F-15战斗机的事件，于是他们就讨论，总共是召开了2次记者会，想要知道说，到底是怎么样被锁定的？那是在多远的距离外日本的战机被锁定的？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结论。但是呢，来自于媒体共同社自己做爆料，他说中国战机啊，他预估可能是在50到100公里外就已经把日本战机给锁死了。他说第一次可能是50公里外锁死日本战机的，那第2次可能是100公里之外。那佳能也这边做了一个分析，他说以歼15雷达探测的距离，他预估是可以达到170公里的。日本自卫队的 F-15的这个探测距离只有100公里。换句话说，结论他认为是非常残酷的。日本战机可能都还没有看到敌人，就已经被大陆锁死达到30分钟了，有没有可能？干哥怎么看？我想他这个是数据是可信的啊，也可以当做参考。为什么？因为丰村健司啊。他是非常知名的佳能战略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他不会这样子信口开河，而且这次不是由中国方面自己单方的吹嘘，是日本自己的学者讲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的参考呢？丰村健司说，我们不知道哈，当一个1970年末期的设计，讲的就是 F-15战斗机，它仍然是这个在我们现在就是说在世界上面。一流的战斗机，虽然它的已经是50年前的老设计了，可是说一句实在话，它仍然是在这个世界上面非常知名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战机都是以色列打给你看，以色列用 F-15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日本、以色列跟韩国这3个国家都是以 F-15英式战机作为他们的主力战机。可是丰村健司他今天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原来 F-15的 APG 雷达。它好像已经隔了一个世代了，它没有跟着上来。其实美国对于雷达的更新是非常重视的，他手下的 F-35、F-22、F-15这些飞机，甚至 F-18，你
你都要迭代的，你都要不断的更新，5年到了更新，10年到了更新，但日本不见得做得到。所以日本它现在 F-15身上的这个雷达到底能不能够侦测到100公里以外的东西，是一个问号。防卫厅不会告诉你实话，当然中国这边也不会跟你讲实话，因为丰臣健是说，这个歼15已经可以到了这个170公里，所以很可能双方在 F-15跟歼15，知道吧？在接触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中共的飞机早就已经发现你了，在170公里之外就发现你了，因为它的雷达可以看那么远。结果 F-15只能够看100公里，这中间有30分钟的差距。其实我觉得30分钟是一种夸大，不会那么久。但是意思是说，我先看到你，在空战中，我先看到你就赢了，就赢一半了。只要我先看到你，哪怕是10秒，我就打赢你了。所以他这个学者提出来的忧虑就是说，我们的雷达是不是落伍了 ？F-15号称当年是上帝的坐骑，什么叫上帝的坐骑？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打赢我，然后去把它履行实践的叫以色列空军，打遍贝卡山谷，然后整个中东没有一个国家，叙利亚、伊拉克没有一个人敢跟以色列打。现在日本也是这个飞机到底打得赢打不赢歼15或歼16，变成日本的忧虑。我认为说他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非常适合，也就是说，未来中日之间的空中平衡是不是它的倾斜已经真的导向另外一边，而不再是日本这边了。今天节目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军事上面，美中的战机现在决战东海。今天会来关注的是 F-15EX 正式的进驻在冲绳，挑衅歼20吗？另外，我们也会来关心到的是中国反呛，你是磨刀石。再来关心歼35是否爆量来袭，这一波军武美军撑得住吗？今天我们会一次的来做解读。先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了，这一次美中新一批的军机大比拼，美军又出了什么新招？7月14号这一天，我们看到美军2架的 F-15EX 重型战斗机是正式的进驻降落在冲绳加手纳基地。这一次不是一个例行的巡弋，而是 F-15EX 大军进驻的一个前哨部队。五角大厦也已经正式的提出计划，接下来会在2026年规划在冲绳这边部署总共36架的 F-15EX， 摆明就是针对解放军在东海部署，还有歼20要正面的来做挑战吗？等一下我们会关心。再来稍微关心一下 F-15EX 在战力上面有什么样子的功能，包括了它其实呢在携带量上面可以携带22枚的飞弹，那最大航程是超过了3000公里，采用的是5代机，因为它比较晚出来，5代机的先进的航电设备，刚刚说了服役时间是晚于 F-35A 的。那么美国呢空军称这个是最强的非隐形战斗机，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这一台 F-15EX 它的战力到底有多强，能够对驻日美军带来多大的空战能力做提升？委员怎么看？所谓最强的非隐形战斗机，就是对美军来讲，它是最强的非隐形战斗机。但是要说全世界最强的非隐形战斗机，那可就未必哈。目前美军服役的大部分的所谓的 F-15的战斗机啊，大部分都是 C、D 两型的。C 呢是单座机 ，D 呢是双座机。那 F-15这本来这一款飞机的设计啊，是不做轰炸用，换句话说不做对地攻击，它只是在抢夺制空权用。所以它有一个名言：设计 F-15不会有一个弹掉在地上，就是完全是争取制空权的。但是现在啊，因为 FCD 的即将除役啊，他们就把它扩张，所以才会有 F-15X 这个型号出现。那事实上有2款，一个是 F-15CX， 一个是 F-15EX。F-15CX 呢是单座机，那 F-15EX 是双座机。双座机的话，前座当然是驾驶员，后座呢就武器官。武器官呢做各种这个什么电子战啊，什么武器这个操作的控制。那我们要特别提一下，他说他进驻的加索纳基地好像就很了不起，没有啦，这一款战斗机也不是，他2021年开始出厂嘛，到现在也出厂了好几架，好像有些国家已经也拿到了哈。
那你说它有没有最先进的航电设备？有的，它有红外线啦，有雷射啦，该有的大部分都有了。而且它的这个最大的推力是36公吨，就跟中国解放军的所谓的歼16是一样的这个推升的重量。不过它因为比较晚出来，它有个优点，它的爬升力是每秒360公尺。那个歼16大概只有每秒260公尺，所以大概还少了100公尺。歼16出来比较早啊，但是它这个里面经过测试结果还是有很多短板哦。比如说，它现在通过测试是说，在接近音速飞行的时候，它拿着那个原子弹模型弹，就是战术原子弹的模型弹来做测试，那抛掷的时候发现精准度蛮高的。可是它在很多的空战测试，比如所谓长程攻击防避自己，也就是说，如果有更远的导弹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到底能不能闪避？这个测试目前还没有成功，因为我们通常都说初步作战的这个测试跟评估啊，它是通过了，但是呢，要做更实际的这个状况的测试跟评估，它目前还没有过关，所以。你说它是最强的，当然跟美军的其他的隐形战斗机比 F-16啊等等啊是会强一点。可是他说要做成这个能够深入这个敌境去进行空袭跟轰炸，因为它有战斗机跟轰炸机的功能，因为它载弹量非常大，所以它不算是轰炸机，因为还没到轰炸机的等级。可是它又能够载比一般的那个战斗机还要多的一种空投的在炸弹的数量。好像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他曾经这个进入伊拉克轰炸效果不错但是那个时候是 F-15A 时代，接到 F-15X、EX 呢，当然会更强。那可是对手不一样，如果对手是北韩都还有可能，如果对手是中国解放军的话，中国解放军的飞弹精准度很高，这种非逆中战机生存率是不高的。好，所以看完 F-15EX 这一台战机的战力之后，等一下我们也来稍微比较一下，那就解放军跟这个美国的战机来做比较，战力互 PK 到底比较又会是如何呢？针对这一次我们看到美方部署在冲绳 F-15EX 的这个事情，现在环球时报中国媒体也特别做出了评论，他认为说解放军歼20的重点部署也是在东海的区域，所以他认为说美军这一次的动作具有高度的针对性。那刚刚讲战力嘛，现在来自于军事网站，这个是腾讯军事专栏空天力量也开始做了一个比较。他说拿歼20搭配空警500组合，早就能够压制美军的 F-35A 加上E3了，所以他认为说美军想要用他的 F-15EX 来威慑中国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这样比喻，他说这充当解放军日常训练的磨刀石还差不多。互相比较，谁比较占空中的优势？张健老师又怎么看？我想，首先我要呼应一下这个委员刚才的讲，我接续的讲，这个飞机基本上来讲，是因为美国发展所谓下一个世代的第6代战机这个并不是进展不是那么顺利，一直到今年的3月21号，它才正式定案变成 F-47。那在目前这样生产的计划，这个生产计划从2019年开始，一直到2021年的4月7号，它才是算是真正的敲定的这个定案。这个说是这个最强非隐形战斗机，事实上在研发的阶段，他们也确实做了一些改进，也可以让它到达一个很高程度的隐形，但是那样子呢，就限制它的其他功能的发挥。所以我们整体的评价，它是一个电厂的，就是说这个原来要求的这个希望下一个世代第6代没有要到，那现在只有在这边电厂。现在对于它换装感到兴趣最高是美国的这个国民警卫队，空中国民警卫 Air National Guard， 他对这个换装，那真正的就正规空军还有这个就是其他方面呢，事实上兴趣没有那么高，因为大家都预见它真正这个发展呢，也就是一个电厂的这个角色。
色，所以未来能够就是说它的继续的发展，然后经济的潜能是低的。那至于两边交锋，究竟谁比较占上风？你要看是在你到我家打，还是我到你家打。对，假如要寄望它是能够穿透人家空防，到人家那边摧毁人家的防空系统，压制人家空防。这个可能是稍微这个就是说对于它的寄望稍微高了一点，但是空中的拦防或争取就是相对性的空优，它事实上还是有跟中国大陆的解放军有一搏的空间。但是最重要是，假如是接近中国大陆的话，我们就要另外一个变数，就是不光是空中预警机跟战斗机，就要看那个地面的这个 JY-27A 雷达能不能协助掌握，而且呢，这个经过资料链路交换，然后整个来掌握它。所以说这里头之间还是就是充满很多变数。但是呢，我们今天就讲说上士、中士、下士，它其实并不是美军真正压箱底的上士，大概是中士跟下士这个标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就是腾讯网或者说中国大陆那边的媒体可以讲说它只是我们的磨刀石。这个话来讲的是它有它的道理，但是也没有说差到那种地步啊。好，看完现在美军在全球的这个部署之后，我们也持续的来关心。那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现在也在努力，在他的战机致力在歼35要进入暴兵模式，做量产吗？等一下我们来关心。我们来看到是辽宁卫视这边特别做披露的，说沈阳集团正在打造一个是超过27万平方公尺的沈飞航空航天城的一个新厂房，现在面积根据初步了解达到了这个洛马 F35的美国总厂的一个面积哦，那年底预估就可以正式的完工，之后就会投入运作。那么歼35到时候就可以正式的进入了暴兵模式，年产现在也出来了，预估可以突破150架。中航的副总工程师是这样说的：我们要造手机一样造战机，真的有办法吗？歼35正式进入暴兵模式，那可以像是造手机一样的快速吗？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种比喻了，很形象式的比喻啊。平均等于是2天多一点点就要造一架这个歼35出来，2天多一点点就一架就要出来了。那你想它的生产线的全自动化要到什么程度？我有去参加过，我有去参访过这个问界8的一个制造的一个流水线，我也到过三立寺去看他们的整个全自动化 AI 智能化的一个流水线。其实大陆的这种国防工业体系也好，或者是这种汽车工业体系也好，我觉得不是我们台湾一般的朋友可以想象的。他们是把所有的它的代工厂，上下游的代工厂，其实全部都集约化了，也就是他们的厂房之大开车都要1-2个小时就是不是走路，是开车然后他们的所有的，例如说它的代工厂，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战机，它要制造的零组件跟所需要的各种，不管是机翼、机尾，甚至航电各方面都很多，发动机等，它的这个分包的系统是很庞大、很复杂的。可是如果你是散落在每个地方的话，那基本上你要协调，要调整，那基本上就要耗时耗费。他们把它集约在一个大的生产基地里面，这个大的生产基地都已经是科学化了，因为你从哪边的生产流线开始走，然后他们的会议，例如说你总工他们在思考设计改的时候呢，他们的另外一端马上就可以改过来了，而且很快的他们就可以线下的、线上的都可以直接作业。作业完了以后，他们进入流水线在生产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几乎都已经是全自动化的生产，然后他们连品管都大量用 AI 来做品管了，除了很细微的、很关键的地方用人来去做最后的检视以外，其他的全部都是用这个电子化、自动化、机器化，甚至我们看到连生产线的绝大部分也都是由这个机器人来生产制造。所以你说2天要组装或是要建造成为一架战斗机，2天多一点点，我觉得这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不吹嘘，我自己都看到他们的生产线汽车是怎么组装的，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怎么样把一个
汽车的零组件从它的各个代工厂开始用这种全自动化的托运系统、拖链系统进来了以后，到最后组装成为一辆车，经过品管，然后品管哪个地方要淘汰的就都已经淘汰了，每个零组件都用 AI 来做品管，然后到最后一个生产线做测试，进入测试区，接着就开始在测试场开始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全自动化的时代，在大陆的这个生产机器人的使用，在全世界，它一个国家就占全世界的1半以上。那你想想看，美国含 G7 的总和都不到一个中国。我觉得没办法拼了。同样也是军事上面的消息，我们要来关心的是，伊朗现在要接收这个歼10吗？并且还会搭配到中国大陆它的霹雳15，这个威胁之大，现在美国跟以色列都非常的紧张跳脚，而且说了要切断晶圆。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伊朗的空军现在是不是真的要脱胎换骨了？因为现在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国防部正式的做表态了，他们说呢，愿向友好国家来供应歼10战机。那么来自于伊朗媒体这边也爆料说，目前确实德黑兰跟北京正在交流洽谈当中，有机会可以引进达到40架的歼10，而且重点是还有 AESA 有源相阵雷达。再搭配霹雳15这个远程的空对空导弹这一种高规格的版本，这代表什么？代表说伊朗先前都是用一些老旧的，不管是俄制的米格或者苏凯来凑数，现在直接晋升为可以跟以色列对抗的这种准第5代的战力了。专家就预估说，如果说伊朗真的完成了来自于这些中国大陆武器的部署，就可能改变整个中东的制空权，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等一下请将军们也一起的来做解读。那现在呢，美国智库也很紧张。所以美国智库就喊了说，应该要赶快做的动作，包括呼吁说，中国跟伊朗的军事经济链要赶快把它切断，并且放话要封杀中国买伊朗的石油，因为伊朗的石油真的对于伊朗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中国买伊朗的石油、原油的这个成数大概达到90%哦。那么伊朗它军事预算当中有1半其实都是来自于石油跟天然气的收益，它才能去发展它的现代化军事武器。所以节目一开始赶快请教张将军怎么看这一次的歼10搭配刚刚讲的嘛，这个雷达跟霹雳15到底有多大的战力？美国智库是真的感到害怕了吗？那接下来美国说要对中国制裁，中国大陆会不会缩手呢？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伊朗要去克服的，我认为还有3个关键的因素，他要去解决。第一个，他买了40架这个歼10，数量对伊朗来说是太少了。你40辆就1个连队而已啊，就1个连队，这1个连队里面只有2个中队，1个中队20架，2个中队40架。伊朗那么大，164万多平方公里，结果你在40架歼10，你可能说聊胜于无啦，但是我认为你自己散出去你就知道，你要分散部署吗？你40架已经不要分散部署了，你就分2个好了，一个基地20架，你也只能这个样啊，你不可能5架那怎么维护啊？所以他没有办法，没有分散部署的问题，它数量太少。伊朗太穷了，国土面积太大了，40架一撒下去根本没有根本，那只能讲聊胜于无。我讲的数量问题。第二件事情，训练问题，他能不能训练？这个训练出来成军的话，真正有作战力啊。我们讲的一个飞行员，从基本飞行到高级飞行，喷射机，然后再到歼10C，真正完成战斗之后，变成一个组合训练，没有3年5年下不来，你飞机还没拿到嘞。你现在是要做这个训练，所以这个是5年后的事情。5年后的空权发展是怎么样？都日新月异 ，AI 都出来了。现在都是1架歼击机出去外面带3架，最多可以带6架无人机做中程僚机。现在已经朝这个方面去搭配，伊朗还没有。另外一个不要忘了，它只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完训了。那现在不要忘了，伊朗没有空中预警机，没有空中预警，你战斗机上来的时候谁来管？地面管制站，地面雷达管制，你雷达管制那还是传统。那现在已经变成系统化、组合化的作战，伊朗在这方面根本跟不住。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你看看这个方方面面，伊朗有没有准备？根本没有准备。另外，现在以色列针对伊朗，摩萨德会针对伊朗做情报收集，这些歼10C它的电磁频谱、雷达参数、电站参数是什么？这个摩萨德在收集，所以将来打仗打空战，将来打仗的时候啊，打电站那就出来了。为什么？以色列在搞这些。另外，我们来看。伊朗不可能成立一个攻势空军，它一定是守势空军，因为它要跨到打1000公里外的以色列去轰炸吗？难度增减，难度不会。那你只能
没有空中加油机，那你也只能在本土空防做一个守势空军。那守势空军能够对以色列产生多大的威胁？没有，你守势空军啊，只有以色列来这边轰炸，来这边作战啊，你更没办法。而且知道以色列他这一次去炸这个伊朗是通过叙利亚，叙利亚现在是沙姆解放组织控制，他对以色列是采取一个不对抗主义。你的以色列空军过来了，他目移目送，炸完了从伊朗回来了，回到以色列，他是目移目送。是这样子，叙利亚没有空防，他对以色列通过他的领空去轰炸伊朗，他不做任何拦截。你想想看，那这样子的话，那伊朗的空防威胁是更大。所以我们方方面面来看呢，那关键就在那以色列还会发展弹道飞弹，那这样的话对伊朗的那个放歼10系的那个机库、机堡、地下防止做轰炸，所以将来伊朗在这个空权上面、制空权上面能拿回多少？我认为并不乐观。好，同样的问题，将军又怎么看？但是最起码伊朗先踏出第一步了，这个所有战力建立一定是从0开始慢慢往上增长。那你永远不踏出这一步来讲的话，你永远空防是0哈。所以我觉得伊朗来讲，40架确实要建立整个国家的空防体系来讲的话，确实是不足以。可是代表说伊朗开始感受到制空权的重要，他开始愿意踏出这一步。那第二个含义来讲的话，他如果说是中国大陆愿意将这款战机卖给他的话，也是代表外交上、军事合作上一个突破哈。那第三个，我觉得中国大陆会卖，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中国大陆一直很想借这个机会，它的影响力深入到中东地区去。那大家看，如果说是中东下面就是所谓的波斯湾嘛。那上面来讲的话，隔着里海就到俄罗斯，然后接着过去。如果说从陆路过去的话，就是土耳其。其实伊朗在这个地方来讲，有它一个这个战略的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地缘战略的重要性。那中国大陆当然很想对这个地方势力希望能够影响到这个地方。那以往来讲，因为伊朗来讲它的角色它摇摆不定。我觉得这次很明显的，美国轰炸伊朗以后，可能让伊朗下定决心要向中国来靠拢，愿意让中国影响力进来。那这个40架战机是第一步所以我觉得这只是开始，代表后续的含义。你要看中国影响力就可以进入到伊朗嘛。那伊朗来讲，他开始感受到这个制空权的重要。那第二个我要讲了，40架虽然没有办法全面空优，可是你知不知道它可以局部空优？所以我们作战来讲的话，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全面赢你，可是我只要在关键节点上面，我保护我自己重要设施，我就好了。比如说，我讲40架战机，它可以部署在哪里？它比如说核设施的位置，它部署在这个地方我别的地方让你炸，但是核设施位置，如果说你要进来的话，那试问一下，如果说真的部署了这40架战机在这次它的核设施附近来讲的话，那 B2 轰炸机还有没有能力这样大拉拉如入无人之境对它实施轰炸？这就是局部空优，我只保护这个地方。那第二个来讲，它是搭配霹雳15。那上次这个印巴冲突的时候，我们看到霹雳15射程是180公里之外将敌机击落。那事实上搞不好更远200公里都有可能，这个数据我们不知道但是最起码可以肯定的是180公里。那你知道以色列来攻击它的话，以色列用的都是战机就 F-15、F-16或甚至于 F-35，它有一个短板，就是它到伊朗去轰炸完以后，不管来之前或回去之后，中间一定都要有空中加油。那如果说是歼10，它专打你的预警机或者专打你这些加油机，那你以色列战机你回去的时候，如果没有奶妈帮你加油的话，你威胁就会加重你要对伊朗空中这个轰炸的一种困难度就会提高。如果有这种飞机来讲，他就担心，那我要不要提高我自己的加油机的安全的维护，就会增加它的难度。第三个，它可以部署在哪里？我觉得荷姆兹海峡，大家去看看荷姆兹海峡，这个对面就是什么地方？旁边就是美国的巴黎就所谓这个中央司令部的位置，以及也是它第5舰队司令部的位置。那如果这群战机摆在这个
波斯湾的对面，摆在巴林对面来讲，我想对美国来讲还是有这个如鲠在喉的那种感觉，因为一架飞机一直对着你，虽然说我可以将它击落，可是对我来讲永远就是一个威胁。所以40架战机不见得能够帮助他打胜仗，但是确实是可以增加美国或以色列要对他攻击的一个困难度会提升很多。好，至少这个伊朗开始做了买了40架的这个歼十。那么重点是刚刚将军也帮我们提到了嘛，它其实可以局部的保护自己这个空优，尤其在核设施上面。所以现在呢，看到以色列就非常的紧张。以色列最近又有动作了哦，我们就来看到说，以色列的国防部长这边喊话了，说接下来只要感受到任何的威胁，就会直接的打击伊朗。尤其这个时候，欧美情报又爆料了，伊朗早就已经把它的这个高浓缩铀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核计划最多呢，你也只能再延后个几个月而已哦。所以上次美以的攻击确实搞不好就是真的没有打到痛点。到底怎么一回事？杨老师又怎么看？据传是伊朗要买40架歼十 C， 但其实9年之前呢，伊朗曾经一度要考虑买100架歼十 C， 但是自己内部决定不买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歼十 C， 而想要去买法国的标风。那结果呢，受到法国跟欧洲这边的禁运啊，所以呢两头落空。所以他们都在想，如果9年前他买了100架歼十 C 的话，现在这个情况说不定搞不好是今年4月的时候印巴战争的重演了，这也不一定。那你现在买40架够不够？刚才张将军讲得很清楚，所以俄罗斯的专家已经说，40架不够，要买400架。那当然有没有钱是另外一回事。那同时你买歼十 C 跟霹雳15这个导弹也不够，你要买这个空警500，还要买这个红旗9。那才能形成一个整个资讯链的这个防御，而且就是针对关键的未来核武设施。因此，伊朗如果决定要继续发展核武的话，它就一定要再继续的掌握弹道飞弹以及部分的，就是防卫性的制空权，它一定要这么做，不然军马会完全的重演。那但是以色列当然就知道啊。在你达成建军，然后呢进一步的制造核武器之前，它就会不断的轰炸。那问题是你能够不断的轰炸吗？因为以色列在那个12天战争当中遭受到伊朗的弹道攻击，也是全国的受创很深呐。因此，他还能再重演这样的一个剧码，美国还会再帮他用 B2 去炸伊朗的任何的地方吗？所以这个都我觉得可行性不至于完全的重演。可是呢，这2个国家现在就不断的就是觉得自己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伊朗没有别的路好走，除非你愿意革命，然后完全的跟西方和解，否则的话，你就一定要建构你自己本身的防卫性军事的能力。弹道飞弹部分的这个制空权，那歼十 C 经过政验，然后呢9年前已经要准备买，跟中国大陆关系也有这个原油的关系，那也有这样大陆愿意出售，就是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其实是存在，但需要一步一步来。只是过程当中如何去避免以色列持续的轰炸，而使得你的一切到后来完全落空，这是可能必须要考量的。好，我们来看到海上，最新消息是大陆的第3艘航母，也就是他们的第1艘电磁弹射的航母福建舰，现在要正式的成军了吗？今天我们会就几个迹象来一起做解读。我们先来看到，现在在网络上面已经有多个来自于这个中国大陆军事微博上面的一些放话，说福建舰会在7月，时间都定出来了，7月24号这一天来正式的交付海军。那当然，这消息现在虽然是出来了，但是官方还没有证实这一项消息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看到军事圈已经有非常多的讨论了，其中一个我们来看到是讨论的是来自于新浪微博的军事大 V， 这个是三叔的装备空间贴文说，时间定了，确实就是在7月24号。他说福建舰要交付入役了吗？有没有哪位高人可以来帮忙算算这是不是个黄道吉日呢？并且也有一张图片贴出来说，福建舰入役时间就是在7月24号。那其实距离现在7月24号只剩下1周了，真的有办法出来吗？那海事现在可以说几乎全部完成了吗？张震老师怎么看？
其实啊，拆这个黄道吉日啊，已经拆过好多回了。曾经拆过7.1配合党庆，8.1配合建军，9.3配合这个就是抗战80周年，这个很多的日期啊出来。这个哪一个是啊黄道吉日？真正啊登场的那一天就会是黄道吉日。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大家啊要了解，发展这个航舰的兵力啊，必须手拉手、齐步走，大家齐头并进。大家只看到船，但是啊，跟它配套的啊，就是解放军海军的舰载机航空部队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非常确定知道第一师那是跟辽宁舰啊搭配了，它在这个河北新城，然后第2师呢是在这个海南的陵水，那是跟山东舰啊搭配的。那现在呢，这个第3个师在哪儿？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独立第4团在宁波江北的庄桥的这个航空基地啊，在那边有。但是第4团到底啊，它的整个成军配备以及这个战机有没有拨发这些，以及它有没有跟着这个辽宁舰啊慢慢组建成军的过程中就是同步前进，到目前并看不出来。所以我觉得7月24号几率并不是那么高。另外我还要提醒，除了舰载机部队有没有齐头并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你要有航母，你也要有巢啊，也要有基地啊。到目前为止，只有北方古镇口一个基地，然后在南方在这个就是亚龙湾那边有一个基地。那第3个基地在哪？现在一直谣传说是在这个舟山群岛会寻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开辟另外一个基地。我认为那个可能性存在的，但是呢，我们要记起来，中国大陆其实海军从历史上学了非常非常惨痛的教训。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当年的威海战役跟日本的时候，威海卫的保卫战是严重惨败。所以呢，他当时陆上配套的陆军炮台完全被日本人派了陆军登陆上来打下来。所以他们不会让历史的错误再犯。所以他无论挑哪一个基地，必然是防空、陆上的暗防等等完全会配套才好。我觉得大家观察他的航舰建军的进程，应该从这个角度更深层的去思考才对。所以7月24号这天是不是真的可能这个交付成军？那观察的指标重点刚刚也提到非常多了嘛。那包括整个基地呀，准备好了没，或者是整个上面的舰载机。那我们特别来提一下舰载机，因为其实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说上头的舰载机，包括它的海基版的歼35跟它的陆基版的歼35A 都已经亮相，而且疑似这个同样也是疑似这个是他说已经批量列装了。那如果这个是真的话，代表它会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2个同时拥有2个第5代舰载机的航母，而且是可以上舰打海战的国家——中国大陆。代表说已经逐渐的追上美国了吗？委员怎么解读？中国大陆的海军发展几乎就是他们建军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看它不断的建造新舰，不断的建造各型的这些军舰，尤其是航空母舰。目前呢，航空母舰准备有2款的舰载机，第1款呢大概就是歼15，第2款呢就是所谓歼35的2款的这个战舰载机。但是这样的一个配备里面最重点大家注目就是歼35是逆中战机所以有逆中战机，也有这个一般第4代的战机。目前的舰载机里面只有中国跟美国有，那其他国家基本上是没有不管是英国、日本、法国、俄罗斯都没有做到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可以判断一个，就是说航空母舰基本配备的战力，中国是逐渐的逼近美国的水准。当然你说会不会追上跟超越，我认为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为什么要观察？因为中国的航空母舰的舰队是比较新很多性能也比较强，有新的设计、新的观念，比如全电推进动力。但是有一个比较要考量，就是说任何一个舰队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它要不断的演习、指挥、调度、作战不断演习。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虽然大家批评说它这个落产那个落产，但是它经过了演习的次数是比中国大陆这种新成军的演习的次数，在各种状况里面的模拟演练是高很多，经验也比较丰富。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中国大陆还有很多要加油的地方啊。再来就是说护航舰队。护航舰队啊，中国大陆的万吨大驱基本上跟美国的驱逐舰有过之而无不及哈。但是护航的潜水艇，在中国大陆的攻击性潜水艇跟美国比，似乎在质跟量方面啊，还稍微逊色一点哦。所以我们在评估航空母舰的作战能量，是要把整个舰队全部考虑进去，这样比较合理。所以我们会做出一个判断，说它是已经追上来，但是还没有追过去，也还没有追平齐，这可能是比较合理的评估。好，刚刚看的其实都是有人的航母。那如果是我们来看一下，无人机航母现在进度又如何了？因为现在有一个最新来自于大陆的进度是07627攻击舰四川舰，是不是即将要海试了？因为这个最大亮点，大家都知道它有这个电磁弹射轨道。那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舰徽已经开始透距了，因为看到在它的甲板上都是满满的这种攻击11无人机，那代表中国即将进入无人机航母的时代了。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战力。如果是四川舰的电磁弹射搭配攻击11无人机，能够发挥多大的战力呢？老师又怎么看？这个战力当然不容小觑了啊，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直升机的航母搭配无人机，它的吨位就跟一个戴高乐号的航母就差不多了。戴高乐号大概4万吨嘛，对啊，那你想这样的一个直升机的航母就是4万吨了。那法国却是属于舰载机了啊，它的吨位大，就代表它的作战能力容量大，而且它可以搭载40架的各类型的直升机。这个直升机不要小看啊，直升机如果说经过这个船坞啊，它把它推到离台湾越来越近，或是到菲律宾，或是到日本比较近的地方。它有40架的各类型的直升机，有通用的直升机可以作为空降用的这个陆战队所使用的，然后也可以作为这个运人员甚至突袭所使用的。它有这个像阿帕奇的攻击直升机，它甚至有直升机的预警机。这个它形成的这种低空的这种作战网络，那就很强大了。再搭配这个您刚刚讲的2个这个电磁弹射，它就可以把这个很重量很大的这个无人机，也就是攻击11的无人机，因为攻击11无人机它的载弹量比较大，它的作战半径比较长，它可以达到大概4000公里左右的作战半径。它飞比较慢，但是问题就在于它隐身效果很好，它做突穿，然后它本身有4枚的炸弹，它可以用炸的，它还有1枚重型炸弹，它可以用炸的。它的舱门，它炸完了以后，它把它舱门打出来，它还有卫星制导的炸弹，所以它不但可以作为攻击用，也可以作为轰炸用，这种2用型的这种无人机，你想想看，然后飞行的距离又长，滞空的时间又长，它穿透进来，破坏你的这些防空的导弹系统，它的作战能力就很大了。所以，更何况这样的一个舰载机以外，它本身还有2个这个气垫船的船坞登陆舰，所以它不但可以用空中把这个特战部队放下来，它还可以从海上把这种特种部队把它放进来，这个作战能力当然很强。所以我个人认为，为什么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这个四川舰它的成型，是因为它是全世界第一艘，也就是它第一艘用电子弹射把无人机弹射出来，美国到现在还没有。那美国现在的造舰能力弱，所以美国会焦虑、会紧张，因为他们过去他们认为我美国的海军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所以他把他的力量放在航母这个部分。可他没想到中国大陆的崛起，2国之间的近战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登陆战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而中国大陆事实上是一直在准备这种登陆战。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讲的话，过去他所没有想过的战法，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了。所以美国现在的焦虑跟压力就来。呼应一下这个我们赖学长，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来源指出他因为能带 CAC 这种气垫船，中国大陆也在发展小型的，而且是地表地效飞行器，所以将来它还可能从后面去释放地效那个飞行器，地效，就是像那种贴的那个贴的地效飞里海怪物，里海怪物，对，所以将来
我们呢，这个大家不要把想象空间给限制住了。哪天它屋门一开，飞出来的不是气垫船，而是地效飞行器。哪天它的那个就是升降甲板伸出来的是地效飞行器，然后又弹射出去，这些都是可能的。所以这个我们呢要把这个想象空间啊，这个留下来。这个四川舰的设计啊，留下了太多你可以想象的环境。